想象一下，你全身瘫痪，脖子以下完全动不了，眼睛能看，大脑能思考，但是你就是没法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这就是 Nolan 曾经的样子。2016年，一次事故让他肩膀以下全部瘫痪，无法动弹。但是现在他变成了这样，他能玩文明6，下国际象棋，甚至比普通人用手操作电脑还快。他没有动手，没有动脚，甚至眼睛都不用看键盘，他只是想了一下，电脑就动了。这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2024年真实发生的事情。Nolan Arba 的生活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他在去年接受了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芯片植入。那么到了2025年，脑机接口这个听起来像是《黑客帝国》里面的技术呢，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就在前不久 ，Neuralink 宣布，截止到现在，已经为13名患者植入了脑机接口设备。他们就像 Nolan Arba 一样，可以用意念打字、浏览网页、玩游戏。那尽管 Neuralink 是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最知名的公司啊，但是这个领域也正在变得热闹起来。一批老将和新秀奋起直追，非侵入性和微创路线的项目呢，也在悄然崛起。包括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在内的不少大佬也已经入局。可以确定的是，全球脑机接口的市场正在爆发式的增长。而根据报告，仅仅在美国，脑机接口的市场规模就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而这可能只是开始。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聊聊脑机接口这个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技术到底走到哪里了。1年半前，我在波士顿探访的哈佛大学脑机接口实验室项目，如今技术有什么新进展？呼吸的时候是不同膨胀和收缩装，这更体现我们材料的柔软性。谁在领先？谁可能弯道超车？这样的技术什么时候能对普通人开发呢？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脑机接口的原理。那么在聊如今的主要大玩家之前呢，我们需要理解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脑机接口英文全称叫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简称 BCI。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就是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通信通道，它绕过了我们传统的神经、肌肉、感官系统，让大脑可以直接对话机器。打个比方啊，我们平时用电脑需要通过用手指敲键盘、移动鼠标来实现操作，但脑机接口技术就能让你跳过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用想的就能够控制电脑。这不是读心术，而是通过捕捉大脑发出的信号，然后用这些算法把信号翻译成机器能理解的指令。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想象一下，你的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每时每刻都在说话，也就是通过电信号交流。那你现在能够看到我们这段视频，理解这些概念，本质上就是你的神经元在放电。脑机接口的工作原理啊，其实很简单。第一步，采集信号，通过电极或者超声波记录神经元的活动，就像在大脑中数以亿计神经元组成的聊天群里安装了一个高精度的监听器。第二步，解码信号，用 AI 算法翻译这些信号，理解大脑想干什么。比如说，当你想移动手指的时候，运动皮层的特定神经元就会按照特定模式放电， AI 学会识别这个模式，就知道你想做什么。第三步，输出指令，把解码后的指令发送给外部设备，电脑光标、机械臂、轮椅，甚至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第四步，反馈闭环，最先进的脑机接口还会反向工作，设备执行动作后会把反馈信号传回大脑，形成交互式的闭环系统。比如说，脑机接口操作机械手抓起了一个杯子，大脑能够感觉到触感和重量，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脑机接口能做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但是怎么做是个大问题，因为呢，这涉及到这在人类最重要且最脆弱的大脑上开动植入芯片，那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所以呢，脑机接口也是发展出了3大技术路线，在安全性还有性能之间呢是做出了不同的权衡。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非侵入性，好处就是最安全，但是坏处是信号最弱。这类设备啊，就像一顶读心帽，戴在头上就能用。工作原理啊，就是通过放置在头皮上的电极检测大脑活动产生的微弱电信号。优点在于啊，完全无创，不需要手术，使用方便，即带即用，价格呢也相对便宜，消费级的才几百到几千美元。那缺点呢也很明显，信号呢非常的微弱，就像隔着一堵厚墙听音乐一样，精度低，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控制，还容易受到头发、汗水和外部电磁场的干扰。那目前市场上不少脑机接口产品也采用了非侵入式的方案，它的简单易用适合消费级的场景。
但是呢，它的效果也遭遇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我们要尊重物理事实，就是呢，大脑是这样，每个神经元的它的这个处在的这个频率的带宽呢，是大概300到3000赫兹这么一个范围啊，更重要是在3000赫兹这个范围了，就是它的这个 neuron 的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我们大脑的颅骨和这个大脑的这个表面那层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low pass filter。所有高于40赫兹的信号全部都被 filter out 了。那么你若是非侵入式的，从物理的本质上来讲，你就得不到单个神经元的信号，你得到的是一个 average 的一个结果。我们的颅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绝缘体，所以我们大脑里面发展的电信号绝大多数都被这个颅骨给遮挡住了。所以我们打个比方的话，你大脑里面相当于是里面在进行一场交响乐，你大脑所有的思维就是非常精彩的交响乐，而我们的颅骨就是这个音乐厅。你在颅骨的外面放上电极，从非侵入的方式来测量大脑的电信号，就相当于在一个音乐厅的外面听这场交响乐。不管这个交响乐有多么的精彩，不管你在音乐厅外面放上的这个麦克风，放上的收音设备有多么的高级，因为隔着这个音乐厅，你最终听到的信号都是一个非常微弱的、非常混杂的信号。这就是现在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它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它一直没法得到高精量、就高精度的，然后以及高带宽的信号。然后呢，还有第二派别的中间路线啊，叫做半侵入式。那么半侵入式呢，是一条中间路线，需要开颅，但是电极只放置在大脑表面或者硬膜外，不穿透脑组织，或者呢通过血管植入。那优点是呢，信号质量比非侵入式好，但是风险比完全侵入式呢会略低一些。缺点则是呢，通道数相对较少，性能呢不如全侵入式。但这个派别呢有点尴尬啊，因为我们的嘉宾就告诉我们，其实呢最高的风险就是开颅手术，但是打开之后又不深入去采集数据，就像你去买票听音乐会，进了音乐厅，但是却坐在了最后一排。侵入式的脑机接口里面分两大派，一派实际上它叫 surface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另外一派叫 depth 深度式的 brain machine interface。当我们把颅骨拿掉之后，我们把大脑展现出来之后，你可以选择把电极贴在大脑的表面进行电信号的测量，也可以选择把电极插到大脑的里面进行信号的测量。贴在大脑的表面，好处是你保证大脑结构的完整，但它带来的坏处是大脑的电信号实际上都在深度，所以说你依然会有这个你在音乐厅里面听音乐的问题，只不过现在你进入到音乐厅里面了，但你是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你坐在最后一排，你拿着最好的麦克风，和你坐在第一排拿着比较差的麦克风，到底哪个得到的效果更好？这是大家正在讨论的一点。而深度电极相当于是把电极插进去，插到真正每个产生电信号的神经元细胞旁边，得到最低速的、最精确的、最高通量的信号，通过这种方式来最完整的还原大脑的想法。这是侵入式脑机接口里面分的两个流派。所以呢，开颅之后怎么去收集数据，要进入多深，这是行业目前在积极探讨和寻找解决的关键点。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派，也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啊，侵入式的这类设备会直接刺入大脑皮层，和神经元零距离接触。它通过微小的电极针直接插入大脑组织，记录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优点是信号强度高，就像听高清立体声一样，而且精度极高，可以实现复杂的控制，带宽大，能够传输更多的信息。而缺点则是需要开颅手术，风险高，电极针长期植入可能会引起排异反应，甚至呢造成感染，电极有可能会随着时间降解。那这块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植入的材料。这个大脑特别是一个活体大脑，你如果有可能见到的话，它是个非常柔软的组织，它就像个豆腐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个金属的或者是硅基的这个探针，它都非常坚硬，它就像一把钢刀。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插进这个大脑，而大脑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活动的。那么首先，这个电极就会像钢刀一样，在微尺度下切割大脑，不仅造成了长时间的这个力学的损伤，并且会使得电极在大脑内部进行漂移。这个漂移的结果就是使得你不能够你即使你能测到神经元信号，你也不能够稳定的测量来自同一个神经元信号。那么另外一方面就会造成大量的免疫排异反应，在大脑里面的免疫排异反应，随着时间的推延，那么在这个植入的器件的这个地方就会造成神经元的凋亡，同时会造成大量的免疫细胞的增生，然后最终就会使得你一开始能测到的这个 single unit action potential 慢慢你就测不到了。而对于病人有这种深度脑电极叫做 deep brain stimulator implanted， 那么每过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你都需要重新改变你的 stimulation 的 location， 去有效的去治疗这个疾病。
因为它也会造成大量的这个深度脑组织的损伤。那为了避免柔软如豆腐的人类大脑被植入的电极和芯片反复的切割，材料呢就一定要软。刘佳教授就带领团队做出了突破，和叶天阳博士一起创立了 Oxoft。他们认为呢，把硬材料做到极薄，它就能够变软。就像厚厚的铁块打成锡纸呢，就能够随便弯；厚塑料板变成保鲜膜就柔软多了。那么这一发现立刻是启发了整个行业。Neuralink 等公司呢也是用上了类似的思路，因为更薄的导线更柔软，不容易伤到脑组织。不过呢，新的问题也来了。电极太薄呢，就容易断。那断了呢，还有可能会拔不出来，而且呢，太薄的材料就容不下太多的电子元件。想要增加通道数呢，那就得多插几根电极。于是呢，就有了 Neuralink 那台复杂的缝纫机手术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呢，我们之后会详细的讲到。所以刘佳团队接着往前迈了一步，与其把硬的材料变薄，不如直接造一种天生柔软又坚韧的新材料。他们用了一种特别的高分子材料，既像橡胶一样有弹性，又能够抗体液腐蚀，还能够承载更多通道，并且呢可以反复的插拔，不易断。它其实你如果真的看到那材料，它几乎你是肉眼都很难看到的。所以说它就算植入到大脑里面断里面其实也没关系，但是在临床上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器件呢，它不具有可扩展性。就是说我可能每个器件上就只有10个 sensor， 然后我要植入1000个电极或10000个电极，我要植入100个 brain probe 或者是1000个 brain probe。所以就是为什么 Neuralink 非常重视它那个手术机器人，因为它需要植入很多很多 brain probe 才能达到它想要的通道数目。那原因就是还是这个原因，你用一个非常硬的材料做得非常薄，然后去做脑机接口，它每一个 brain probe 上的通道数就是非常有限的。你如果是要想扩展它的通道数，你就要集成更多的材料、更多的器件到一个brain probe 里面，它就又变硬了。然后它变硬了之后呢，所有的问题就会回来了。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发展真正的柔性的电子材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刘佳教授就告诉我们在斯坦福的时候，他就专门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呢，真的就让他们找到了一款特别的光刻胶。而我们的材料，你可以想象它是一种橡胶。你去拉伸，它是有弹性的，跟橡皮糖似的。对的，是的。我们的大脑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弹性的材料。我们大脑在我们呼吸的时候是不停地膨胀和收缩，这更体现我们材料的柔软性了。而我们这种材料，它是因为是柔性的，而且有弹性，同时它表面是非常的舒滑的，所以你在你的手上刮过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切割的感觉的。所以我们经过这些对比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的材料相比现在市面上所经常使用的聚酰亚胺材料，是一种更适合用来做脑机接口的材料。也正因为此，我们以这个材料为基础，制作目前市面上最柔软的脑机接口。它是非常柔软的，然后呢，它依然会像正常的电子材料一样的 performance。那么传统的很柔软的材料为什么不能拿来做光刻，不能拿来做这种脑机接口呢？因为当一个材料非常柔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它为什么柔软，那它其实叫做玻璃化转变温度是小于室温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它在室温下其实是一个交联的液体，或者是说吧，它就是一种大孔的交联的一种材料。那么它就很容易被这种多层光刻的时候产生的溶剂使用的有机或者水溶剂把它给溶胀，然后它就不能达到非常精准的光刻的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我们体液里面的盐溶这些离子都很容易侵蚀它，慢慢的这个电子器件就全部都失效了。那么我们最终做到就是说找到一种从化学角度来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一个弹性体或者是一个柔软的材料，它既能够拿来做光刻，能够克服所有的水溶剂或者是油性的溶剂，然后同时呢，它能够不让离子对它进行侵蚀。其实从化学角度来讲，就只有全幅弹性体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系列全幅弹性体的光刻胶，然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材料问题解决之后呢，新的挑战又冒出来了，信号量爆炸了。过去呢，几百个通道变成了几百万个，数据量大的可怕，算法和芯片呢都得重新设计，而这就得靠 AI 了。没错 ，AI 正在彻底的改变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如果说电极和芯片是脑机接口的身体，那么 AI 呢就是它的灵魂了。没有 AI 就没有今天你看到的那些用意念打字、靠脑波说话的奇迹。想象一下10年前的科学实验，研究人员最多能够同时监听20个神经元，大脑信号少得可怜，还能够慢慢分析手动标注，就像工匠打磨一件首饰。
可现在呢，动辄上万个神经元同时发信号 ，Neuralink 能够监测几千多个通道，已经是学术界最多。每个通道啊，每秒都在吐出成千上万条的数据，整个系统每秒就是1个 GB 级的数据海啸。那么这种规模下，靠人去看信号就根本不可能。这就好比让你1秒钟去数完1万粒沙子哈，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不再是帮个忙的角色了，而是脑机接口能不能跑起来的关键。但是 AI 的作用远不止帮忙处理数据，脑机接口的终极任务其实是一个超级难的翻译问题，把大脑的电信号翻译成人类能够理解的动作或语言。机器翻译中文成英文，还能够查字典看语法，而脑机接口的输入啊，是几千个神经元乱成一团的放电信号，输出的却可能是一只机械手抬起杯子，或者一句完整的话。这就像在翻译一种没有人能听得懂的外星语啊！但是 AI 呢，尤其是深度学习，恰恰就最擅长干这种事儿。202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的团队啊，就创造了一个突破。一位因为中风失语18年的女士，靠脑机接口重新开口说话。科学家在她的大脑语言区域植入了256个电极。AI 实时把他脑中的电信号翻译成语音的最小单位音速，准确率超过了90%。再结合大语言模型和 Ngram 模型，让系统理解上下文，自动修正错误。最后一步，用他过去的录音训练出一个语音克隆版本，用他自己的声音把想说的话读出来。那结果如何呢？整体准确率高达97%，延迟不到1秒。他在家里就能够和家人聊天，不需要工程师在旁边调试。这听起来就像是在科幻片电影里面的情节哈，但是现在 AI 真的是让它变成了现实。这个更多的是，我觉得现在是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特别是 AI 这个时代往前走，然后脑机接口跟 AI 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它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新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使得神经带宽，就是对神经元的测量一下子就是爆炸，那么它就需要大量的这个 AI 算法对它进行解码啊。现在 AI 算法已经 ready 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本身对大脑的理解，就是未来 further improve AI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凡是做 AI 相关的人，他一定会想到要往脑机接口这个领域去走。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技术的这个布局，未来技术布局的一个争夺吧。那如果说读取大脑信号离不开 AI， 那么写入大脑信号，也就是神经调控，就更加需要 AI 来出手相助了。所谓的神经调控啊，说白了就是用电刺激去影响大脑的活动。大脑呢，更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上千种神经元啊，各司其职，演奏着节奏极其复杂的乐章。你能想象用大锤去指挥交响乐吗？这就是传统技术的问题，太粗太笨。那么现在呢，随着电极数量暴涨到上千个通道，精准的神经调控就终于有了可能。但是想让上千个电极像乐手一样协调配合，就得有一个足够聪明的指挥家，也就是 AI agent。AI 呢，不需要完全理解大脑为什么这样工作，它靠的是强化学习，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刺激方式，看大脑怎么去回应，然后呢，再根据结果去调整策略。它能够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实时调控刺激的频率、强度、时长，甚至呢是哪些电极该同时工作，从而呢为每个人定制最合适的刺激方案。这有点像 AlphaGo 下围棋哈。大脑呢，它是个黑盒子 ，AI 也是个黑盒子，但2个黑盒子不停的对弈，最后呢，居然能够摸索出最优解。那么为什么 AI 对脑机接口这么关键呢？总结一下有4点。第一呢是数据量爆炸，过去呢只看几十个神经元，现在呢要同时处理上万个，人工呢根本做不来。那第二呢就是实时性要求高，从想到到做到，延迟呢必须要小于100毫秒，否则呢体验就不自然。那么第三呢就是个体差异大了，每个人的大脑信号都不一样， AI 呢能够自动学习并且适应。而第4就是大脑是动态系统，那信号呢会随着时间变化， AI 能够持续学习，不断的校正，让性能一直在线。说到底啊 ，AI 已经不是脑机接口的助手，而是它能不能真正落地的核心大脑。没有 AI 啊，这场人机共生的梦想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面了。那么聊完 AI 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脑机接口领域到底有哪些公司在跑在最前面。那么首先当仁不让的就是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那么这家由马斯克在2016年就成立的公司呢，可以说是把脑机接口真正的带入大众视野的网红啊。
Neuralink 的系统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 ：N1 植入芯片、Thread 柔性电极与 R1 手术机器人。首先 ，N1 植入芯片，这是整个系统的大脑，大小和1枚硬币差不多，被植入颅骨下方。芯片集成了1024个信号采集通道，同时能够记录成百上千个神经元的活动，是目前通道数最多的植入式设备之一。可无线传输和感应充电是系统的神经中枢。Neuralink 能记录到1000到2000个神经元的信号，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是它的从数量上来讲。那2000个神经元对于860亿来讲，其实是忽略不计的。所以说，我说它是一个局部的信号的解码。这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空间的角度，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数据。马斯克的 Neuralink 把电极插在脑区表面的这个面积，占整个大脑表面的面积是多少？1/1000，而整个大脑的表面面积的999%都还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时间上的话呢，电学的信号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它直接电极跟神经元是接触在的，那接触在神经元的放电，那电极就能记录了下来。这个时间已经可以做到10微秒以内，1秒钟采集多少个 spike 就神经元放电的信号都能记得下来。你可以理解电学脑机接口的特征，就是电信号的时间做的已经非常接近实时了，但是它的空间覆盖只有1/1000，这只是表面，还不包括大脑内部哦。大脑内部还有大量的功能区脑区，它是永远渗透不进去的，它只能插到表面3毫米。大脑有8厘米厚，如果你要插到深脑，那要8个厘米。其次呢 ，Thread 柔性电极，这是 Neuralink 最核心的创新之一。传统的电极是刚性的，用传统电极就像在豆腐里面插钢针，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损伤。Neuralink 的 Thread 电极却是柔软可弯曲，随大脑一起呼吸，导线仅5微米宽，可贴合脑组织的微小运动，每根拥有32个记录点。R1 机器人会将64根 Thread 精确植入皮层数毫米深处，使其在脑组织微动中保持稳定。那最后呢是 R1 手术机器人，这可能是整个系统当中最酷的部分，马斯克把它称为缝纫机。Thread 由于导线极细且脑血管密集， Neuralink 开发了 R1 机器人来执行植入。这台缝纫机式的设备每分钟可以植入大约6根导线，自动识别并且避开血管，完成手术仅需要数小时。那么3者合一使得 Neuralink 成为目前通道密度最高、无线化程度最完整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之一。2024年 Neuralink 完成了首例人体植入，患者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Nolan Arba。手术很成功，几周之后Nolan 就能用意念控制电脑光标，甚至呢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每秒8比特的信息传输速率，这是当时所有脑机接口中最快的。那么效果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到了2025年 Neuralink 已经完成了13例人体植入，而 Neuralink 最近公布的一个20分钟的完整手术视频就展示了他们如何把芯片植入人脑。那么这次公开的信息量很大，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整个手术的核心是一台精密的手术机器人。医生首先在患者头骨上面开一个硬币大小的洞，然后呢，这台机器人有一根比红细胞还细的针，它要抓起100多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柔性电极线，一根一根的缝进大脑皮层。那这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难度极高。人的大脑就像豆腐一样柔软，我们刚才说过了，而且里面密布着血管，这128根针必须一针都不能扎到血管。而最让人震撼的是速度的提升，旧版机器人扎一针呢需要17秒，而新版机器人呢只需要1.5秒。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手术时间大幅度的缩短，那患者的风险呢也随之降低。为了做到这一点Neuralink 用了6套显微镜加上 OCT 扫描技术，组成了一个超级精密的眼睛。这套系统可以在毫秒级别追踪大脑组织的运动，提前预判路径，精准避开所有的血管。目前呢，已经有13个人植入了这个设备，使用时间超过了1.5万时。除了意念控制电子信号，在最新的演示中还可以通过意念控制机械臂。现在的芯片只植入了4毫米深就能够已经实现这些功能了。Neuralink 的下一个目标是植入50毫米以上，这样就能够接触到大脑更深层的区域，实现更复杂的功能。而现在呢，有超过1万人在排队等着做这个手术那针头家具的制造成本已经是降低了95%，原本昂贵的实验级部件呢，现在也可以量产了。机器人也能够适配全球99%的人群，那么这些呢都在为大规模应用做准备。Neuralink 不只是在做一个实验性的医疗设备，他们在建立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系统，
从手术机器人到植入芯片再到神经信号的解码算法。马斯克的梦想依然非常宏大，他说任何可以用电脑或者手机控制的设备将来都可以用 Neuralink 来控制。 This is an incredibly profound breakthrough. This would be a fundamental change to what it means to be a human. 当然啊，这项技术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伦理问题，还有隐私数据，以及长期的安全性等等。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脑机接口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而 Neuralink 的这些进展呢，可能是这个领域商业化的关键一步。在未来规划中啊 ，Neuralink 希望从恢复功能迈向增强功能。公司呢正在研发言语解码项目，尝试在言语皮层植入电极，将心里想说的话直接转换为文字或者语音。另外一项名为 Blindsight 的研究啊，则是获得了 FDA 突破性医疗机械认证，目标是通过刺激视觉皮层，让盲人恢复部分视觉感知。马斯克甚至设想这种视觉未来可能感知红外或者紫外波段。更疯狂的是，马斯克描绘的未来，到2028年，植入装置中的电极数量呢，预计会超过 2.5 万个，能够与更深层的大脑居于交互，并且进一步的探索与 AI 系统的融合。而更长远的目标啊，是让瘫痪患者通过脑机接口控制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从而在物理世界中重新获得行动能力。这个情节听上去好耳熟，阿凡达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以他们的技术来讲，每2年把通道翻一翻，这也是我觉得之前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讲过的一个概念，叫摩尔定律，就是基本上每18个月我们能够插在脑子的电极数翻1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它是一个设备还是几个设备植进去，这个不一定，它可能是个组合。但是现在的电极呢，只能插在脑子3到5个毫米。他们确实计划在做下一代的电极，可以通过大脑插到深脑核团，大概能够插6到7个厘米的这种电极，1年半翻一翻吧。我觉得1年半翻一翻，因为它翻需要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你芯片得扩张，你的通讯能力、你的计算能力、体积大小，但你的发热还得控制，所有它像一个水桶一样，每一块短板都得翻一翻，整体才能翻一翻。所以这里面大家的速度，我觉得1年半翻一翻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这些设想啊依然停留在研发阶段，但是 Neuralink 已经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强力背书。2025年6月，公司完成了$6.5亿的一轮融资，估值呢大约90亿美元。但是呢 ，Neuralink 也面临着挑战，包括首例患者呢是出现了85%的电极信号回撤。虽然官方说是手术问题啊，但是也是暴露了技术稳定性的隐患。其次呢 ，FDA 的审批之路之艰难。它呢是被拒绝过至少6次，还因为动物实验伦理问题被调查，还有呢技术路线争议，它使用的是把硬质材料做薄的柔性方案，而不是真正的柔软材料，存在呢材料易碎难以取出等问题。但是呢，无论如何啊 ，Neuralink 作为这个赛道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公司，最近呢也是有非常快速的进展。而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司就是 Synchron。那如果说马斯克的 Neuralink 是开颅插电极的硬核玩家，那么 Synchron 呢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它从血管里面进入大脑，不用开颅，不用机器人，也不需要漫长的恢复期。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 Tom Oxley 是一位做脑血管手术出身的医生。公司的核心理念是解锁大脑的自然高速公路，也就是血管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Synchron 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不开颅，从血管植入。那 Synchron 的设备呢叫做 Stentrode， 外形呢有点像心脏的支架，医生呢只需要在颈部静脉开个小口，把它沿着血管送到大脑，最终呢停留在运动皮层附近的血管壁上，设备呢就会像支架一样展开并且固定，整个过程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第2天病人就能够出院。Stentrode 上面有16个电极贴在血管壁上，而血管壁几乎紧贴着大脑表面，所以电极能记录到附近神经元的电信号，信号再通过胸部的一个小装置无线传到电脑上。2020年 Synchron 就完成了全球第1例人体植入手术，比 Neuralink 早了整整4年。几位渐冻症患者借助它实现了用意念发邮件、浏览网页，甚至打出了人类历史上第1条用脑发出的推特 Hello World。Synchron 呢也是拿到了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设备认证，是首个获准在美国做长期植入试验的脑机接口公司。
截至2025年 Synchron 已经完成了多位患者的植入测试，累计融资约3.45亿美元。投资人阵容包括了多名首富大佬们，比如说贝佐斯家族基金、盖茨基金会等等。更有趣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和苹果设备做适配测试，让患者能用意念去操作 iPad 或者 Vision Pro。虽然 Synchron 的通道数量才16个，比不上 Neuralink 的上千通道，但它的路线呢也更现实、更垂直，想先让瘫痪者能够真正的沟通、表达和生活。那很有可能这家公司会成为第一个把脑机接口呢带进医院、带入普通人生活的玩家。那么第3家叫做 Paradromics。那如果说 Synchron 追求的是安全实用，那么 Paradromics 追求的就是性能极限。这家公司2015年成立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创始人 Matt Engel 是一个从斯坦福出来的神经科学极客。他的想法很简单，要让大脑和电脑真正无缝交流，就得让数据通道更宽更快。所以他们把大脑无法治愈的问题变成可解决的技术问题，要在性能上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打造大脑的超级高速公路。Paradromics 的研究设备叫 Argo， 最引人注目的数字是它能够同时记录65536个通道的神经信号，这是 Neuralink 的64倍。Argo 使用微丝电极阵列，可以说是全球密度最高的侵入式 BCI 设备，能够同时记录数万个神经元的活动，相当于在大脑里面装上几万个监听器。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通道呢？因为大脑的某些功能，特别是语言，涉及到多个脑区的协同工作。那么要实现流畅的语音解码，需要记录大量神经元的活动。要注意一下，这并不是他们现在植入人体的芯片，而是一个实验系统，用来展示他们能够采集到多的惊人的脑电信号。而他们真正面向临床的产品叫做 Connexus， 目标是做到高速高密度的数据传输，让机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我们想说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的理念很形象过去的脑机接口就像是拨号上网，能用但是很慢。那么 Paradromics 想做的就是光纤入脑，让信号像宽带一样畅通，尤其在像语言、思维这样的复杂脑区活动当中，通道越多，信号越快， AI 解码就越准确。2025年6月 Paradromics 在密西根大学完成了第一次人体测试，在一位癫痫手术患者的大脑中临时放入了 Connexus 设备，成功记录到了神经信号，手术全程只用了20分钟。这次呢只是短暂的试验，设备随后被取出，但标志着他们真正踏入了临床阶段。Paradromics 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机械资格，并且呢被纳入了 TAP 加速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为创新医疗设备开辟的快车道那么资金方面，公司在2023年是完成了33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总融资规模呢是接近了1亿美元。这家公司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记录更多的神经元，更适合复杂任务，比如说自然语言处理，为未来的认知增强应用打下基础。那么还有另外一家值得聊的，叫做 Bedrock Neurotech。那如果说 Neuralink 是脑机接口界的网红，那么 BlackRock Neurotech 呢就是行业的老前辈了。那顺便说一句这个跟金融公司 BlackRock 没关系BlackRock Neurotech 成立于2008年，它的前身是 BlackRock Microsystems， 总部在犹他州盐湖城，地位呢相当于脑机接口领域的英特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BlackRock 的 Utah Array 电极阵列几乎是侵入式脑机接口研究的黄金标准。那全球大部分的脑机接口研究都在使用 BlackRock 的设备和平台。Utah Array 呢是由犹他大学的 Richard Norman 教授在1990年代发明的，2005年呢获得了 FDA 批准，成为首个获批的高通道数植入电极。从2004年到如今几乎所有的侵入式 BCI 人体研究都用它。你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那些瘫痪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失语者重新说话的案例，背后很有可能都有 Utah Array 的身影。它有96个归针状电极，每个系统最多1024通道，能记录单个神经元的尖峰放电，信噪比极高。长期安全性呢是 BlackRock 的最大优势，最长植入时间达到8年以上，并且呢正在正常使用，累计植入时间呢超过了3万天，还有0 FDA 报告严重不良事件。那相比之下 Neuralink 最长植入时间才2年不到呢。而在临床应用上目前也是发展的比较广泛了。BlackRock 的 Utah Array 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包括运动功能恢复，比如控制机械臂抓取物品、操作轮椅、恢复握手等基础动作，还能够让瘫痪者感觉到机械手的触觉。
2017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患者用 Utah Array 实现了每分钟打40个字符的速度，创下了当时的脑机接口世界纪录。2021年11月 ，BlackRock 的 Move Again 系统获得了 FDA 的突破性设备认证。系统由3个部分组成：植入大脑的电极阵列、解码运动意图的 AI 算法和无线传输模块。设计目标是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鼠标键盘、轮椅、假肢等等。2022年 ，BlackRock 发布了下一代技术概念 Neuralink， 这是一种超高通道数的柔性电极，目标是实现全脑数据捕获。作为行业老大哥，BlackRock 有2000多篇研究论文使用的 BlackRock 设备，1000多家研究机构是客户，还发表了116篇同行评审期刊文章。那这种生态优势呢，是 Neuralink 和 Paradigmics 短期难以复制的。那如果说上面几家都是行业老兵，蓄势已久还有一些声名鹊起的初创公司都选择了非侵入路线。就在今年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创立了一家名为 Merge Labs 的脑机接口公司，目标融资2.5亿美元，估值大约8.5亿美元，探索一种结合基因疗法和超声技术的方案，即通过改造神经元使其响应超声信号，从而实现更少侵入或者不同于传统电极植入的接口方式。同期Coinbase 联合创始人 Fred Ehrsam 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 Nudge 宣布完成了1亿美元的 A 轮。另外一个采用超声 BCI 项目的 Forest Neurotech 获得了前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的1400万美元的资助，目标呢是用超声在不开颅、无需脑内植入电极的前提下感知与调控大脑活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家走无手术路线的脑科技公司 Spire Therapeutics， 他们开发了一种叫做 Delden 的设备。眼下看上去是有点像用聚焦超声往大脑深处打声音波，而且呢不用做开颅，也不用植入电极。它的目标人群是慢性疼痛或者抑郁症患者，也就是那些药物加治疗都管不了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Neuralink 用马斯克的野心和资源呢压住人机共生，新创呢用血管植入的巧思压住安全使用， Paradigmics 用极致性能压住技术高地， BlackRock 用它20年的积累压住稳扎稳打，而这些硅谷的新秀们用非侵入式压住另辟蹊径。那这里面你最看好谁呢？2025年的脑机接口竞赛全景呢，我们已经梳理完毕了。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豪赌正在硅谷和全球范围内展开。但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伦理挑战，脑机接口更是如此，因为它直接触及人类最核心的部分——大脑。脑机接口的进步呢，也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人的意义。它让思维可以被读取，情绪可以被感知，行为可以被外部系统控制，而这也让隐私、意志和身份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我们的脑电波数据归谁所有？当机器能影响情绪或者决策的时候，自主意志是否仍然完整？那些能负担得起增强大脑的人，是否会在将来获得不对称的优势呢？那么由于时长的原因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了。但是如果小伙伴们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就脑机接口继续做深入的解读。谁会赢或许不重要，因为脑机接口的意义不仅在于用意念控制机器，更在于重新连接被切断的通路，让瘫痪者重新行动，让失语者重新表达，也可能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对普通人而言脑机接口还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思维也许终有一天能够像触摸一样被数字化感知和传递，而人与机器的界限正变得比以往更加模糊。脑机接口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或许不久我们就会看到答案。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更新哦。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